用这个爱马仕稀有白金皮。OK。首饰就用梵克雅宝。好。哇，你这 P 图技术绝了呀！阳光真好，跟姐妹喝个下午茶。10万粉啊！唉，可是还是接不到几个广告。江婆婆的医药费也没有着落。小了，格局小了，接广告能赚几个钱？我们的目标是包装自己，然后钓个金龟婿，到时候你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你啊你，还是先别做梦了，我们先去给江婆婆送饭吧。妈妈，这个格格受伤了。别多管闲事，万一讹上我们怎么办？走。真的要死了吗？那个人好像受伤了。哎呀，别多管闲事了，我们快走吧。不行，那可是一条人命。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？哇，原来真的有人一出场就会成为焦点。犯什么花痴呢？他可是顾氏的总裁，是你这种混圈女一辈子都攀不上的。顾氏集团总裁顾思年。你干嘛救他呀？新婆婆还生着病呢，万一你现在把钱给他垫上了，他是个穷小子没钱还你怎么办呀？你懂什么？这可是泼天的富贵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谁呀？顾氏集团的总裁啊！万一你看错眼了呢？就算他不是顾总，也一定是有钱人。看见他手表没？僵尸丹顿要上千万呢！我们救了他，等他醒了，一定会报答我们的。万一这表是假的呢？你这一身不都是假的？不可能！为了精准锁定目标，我可是对奢品进行了深刻研究的。他这个表一定是真货。看房了。医生，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已经过了危险期，很快就能醒来了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好，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了。顾总，是……哎，你居然敢占我们景色的便宜！她是我女朋友，我牵她一下手怎么了？啊！这大半夜你女朋友亲自把你扛过来，这丫头看着小小的，力气可真大。我看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。其实我不是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不知道你女朋友叫什么？她叫……医生，我的头好痛。医生，他怎么会这样？你再帮他检查一下。好。于源，搞什么飞机啊？当然是抓住这个机会啦！你不都说了，他是顾氏集团的顾思年，那可是江城的首富哎。这能行吗？你怕什么？那是他自己弄错了，又不是你故意冒充的。你忘了我们当初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了吗？嫁个有钱人，那不就得了？再说香婆婆的病又不是1-2万感谢费就能治好的，是要钓金龟的嘛？钓哪个不是钓呀？你说的对，但咱们就干这一票。家属进来吧。有人血块压入他神经，导致他失去了部分记忆。他失忆了？只是部分记忆，不用太过担心。等血块消失了，记忆就恢复了。
谢谢医生了哈。万一他哪天恢复记忆，发现我是假冒的，他不会报复我吧？不会的，你长这么漂亮，他可舍不得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正安慰他呢。你怎么哭了？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不活了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没有照顾好自己，让你担心了。别哭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好什么好？你连我的名字都忘了，我们的回忆，你不会也忘了吧？那你就再告诉我一次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忘。我叫景色。景色。原来是这个景色，我记住了。儿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你中了我儿子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要不是我们小景，你儿子早就没命了。是你救了我儿子。非常感谢你救了我们顾总，这里是10万，请收下。怎么，你们顾总的命就值10万？像你们这种携恩图报的人我见多了，而且你们只是把他送来医院而已，10万还不满足吗？许瑶，谁准你这么说话的？顾总，您不懂，这些底层人可会讹人了，一旦被他们赖上，就像蝗虫一样甩都甩不掉。是啊，你让徐瑶去处理这件事，徐瑶处理这样的事啊，有经验。妈，景色跟他们不一样，她是我女朋友。你什么时候有了女朋友？不可能，顾总，我每天跟您在一起，您的私事都是我处理的，你哪来的女朋友啊？怎么，我谈个恋爱还得跟你汇报？顾总，医生说您车祸失去了部分记忆，是不是这个女人知道您失忆，所以骗你说她是你女朋友？是。我从见到她的那一眼起，就知道我跟她的关系非同寻常。等着，我迟早撕开你这个骗子的真面目！应该看不出是假的吧？那卖货的可是说能自由出入专柜呢。要是被看出来了，我就去退货。你是哪家的千金啊？我来自上京几家。上京几家？没听说过。看你这一身的品味，估计就是一个小小的暴发户。妈，我谈恋爱只看人品，不看出身。你要再这么说话，一直夹枪带棒，你就先回去吧。你现在就维护上了，要是等他进了家门，岂不是更不得了？许瑶，把我妈带回去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可是你妈。夫人，现在顾总还没痊愈，不宜动怒，这件事儿以后再说。哼，也对，不过只是谈个恋爱而已。男人嘛，新鲜感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说不定明天就厌倦了。您说的对。景色，对不起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过几天是我生日宴，到时候我就在宴会上公布我们的恋爱关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们在一起时间还不久，你确定吗？万一他恢复记忆后觉得丢人，找我麻烦怎么办？不管我们在一起多久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这有张卡，你先拿着。全球限量10张的黑卡，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天哪，这下是真的发了！有了这张卡，就算顾思年恢复记忆后不肯放过我，我也认了。啊，你饿不饿？那个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，等等我啊。
我们先去把江婆婆的住院费结了。真好，以后我们向日葵之家就能过上好日子啦！走吧。雨哥姐姐、月姐姐，你们回来啦！你们提的什么呀？是新衣服，今年过年大家都有新衣服可以穿了，还有糖果，我们还买了好多糖果呢。来，可是锦瑟姐姐一个月都接不到2次广告，就算加上跑外卖的钱，也不够江婆婆的住院费呀。我们不要新衣服，也不要糖果。锦瑟姐姐现在有钱了，不差这点儿。对呀，我们还买了好多糖果呢。来，大家都有。玉言，我去做饭，你在这照顾他们。好。锦瑟，你来了。你也来给4年送饭了，带的什么呀？不会是地沟油淋巴肉吧？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迟了。不迟，我也没迟。你做了什么？就是普通的家常菜。我这个是家里的厨师做的，米其林5星级主厨。妈，你就先回去吧。我想吃你做的菜。我厨艺一般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。哦，看起来不错嘛。好吃。那比起那个米其林5星大厨怎么样？当然你这个好吃了。原来他是这样温柔的人，怪不得大家都说他是江城千万少女的梦。可惜，他注定不属于我。锦瑟，我上个厕所，然后我们就出院吧。好。真是暴殄天物啊！斗鱼大虾都不吃，正好带回去给大米、小米尝尝。你家在哪里？你这次告诉我，我再也不会忘。我住在月亮湾1号。好，这已经是离我家最近的高档豪宅了，步行2公里就可以回家，地铁钱都省了。我可真是个省钱小能手啊！到了，就是这里。我送你上去。别，我家教很严的，如果被我爸妈知道有男人送我回来，会说我的。好吧。谢谢啊。哎，你谁啊？你那送外卖不让进啊？我不是送外卖的，我路过。你赶紧走啊，回去吧。终于走了，差点露馅。他这是要去哪儿？姐姐，看看姐姐给你们带了什么好吃的。什么好吃的呀？什么好吃的呀？这不是孤儿院吗？他到这里来做什么？等，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到的美味佳肴。锦瑟姐姐，这些是什么？我们都没见过。哎呀，反正就是一些好吃的，你们吃吧。锦瑟姐姐，你不吃吗？我吃完了才打包回来的，你们吃吧。小朋友要长身体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顾总没让你陪吗？他出院了。你以后跟顾思年相处可得小心，他那个秘书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不过你这高仿的衣服买的是真可以啊，连顾夫人都没看出来。那个卖货的说绝对不会被别人看出来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下次我还去他那儿看。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景色。他骗了我，但我完全气不起来，反而很心疼。你的包落在车上了，我给你送回来了，你下来拿一下吧。哦，好。
好，我马上来。跑这么远，肯定很累吧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你这小区挺大的，你又气喘吁吁的，肯定是跑出来的吧？哦，对，我们小区是很大。那个，我包呢？谢谢啊。干嘛？坐好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如果我把事情挑明，他一定会觉得很伤自尊。既然他向往名媛的生活，那我就让他变成真正的名媛。顾总好，景小姐好。别怕，顾总、景小姐，这边请。走吧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我做梦都不敢这么做。我们先选日常的衣服，再选礼服，这些饰品我们最后选，好不好？我选这件、这件，还有这件。你喜欢这些？喜欢啊，这些一看就很贵，要是没有 logo， 别人都不认识，这钱就算白花了。别人知道你穿的贵，才会尊重你。看来他的出身让他吃了很多苦，难怪他要假装名媛。行，既然你选了衣服，那礼服按我的眼光来选，好不好？好。试试这件。I don't know why, but I keep falling down. 또 다시 돌리면 我换好了。 처음 볼 때처럼 다시 만난다면 우리 둘은 다시 설렐 수 있을까? 好看吗？好看，特别好看，就是感觉还差点什么。太美了！你要是就这么去参加我生日宴会的话，我的朋友们肯定会羡慕我有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万一他恢复记忆，知道自己竟然亲自为我这种人穿鞋，不会杀了我吧？你穿着礼服不方便，还是我来吧。天呐，顾总也太会宠了吧！天之骄子居然亲自为女友穿鞋，真正的情种都出在大富之家，真的好羡慕啊！这一刻，我好像从灰姑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公主。可是，这场梦跟故事里一样，等她恢复记忆，我的梦就该醒了。就要这套，剩下的打包送我女朋友家里。什么？不，我家里，我爸妈很疼我，我的衣帽间都塞满了，装不下这些了。那就送我家，反正你迟早也是要嫁给我的。真没想到，我们还可以光明正大来到这样的场合。对，顾思年呢？他是会迟点来。哇，原来正版礼服和正版珠宝长这个样子呀！这些都是暂时的，等哪天顾思年恢复记忆，我都会还回去的。你傻呀！趁这个机会让他真正爱上你不就好了？你穿着礼服不方便，还是我来吧。不行的，像我这样的人根本配不上他。顾思年是个好人，我不能这么卑鄙。
谁说你配不上他？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又这么努力，就是出身差了点。不过顾思年可说了，他谈恋爱只看人品，不看出身。好了，玉言，能趁这个机会治好江婆婆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我还是别太贪心了。唉，好吧，好吧，我说不过你。快，我给你拍几张。这么高端的场合，可不能浪费了。真漂亮，快换一个姿势。南希，那个人怎么跟你穿一样的衣服？你们两个哪里来的野鸡，敢和我撞衫？撞衫不可怕，谁丑谁尴尬。我看你还是去把礼服给换了吧。你们干什么？整个上流社会的名媛我都认识，你们以为穿的人模人样混进宴会，就真把自己当上流社会的人了？谁告诉你混进来的？我们是顾总邀请进来的。你们是谁呀？也配让顾总邀请？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吗？在这场宴会上，顾总将会公布他女朋友的信息，而他的女朋友就是我朋友景色。就他？你说什么？就他？你们真以为自己有几分姿色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？醒醒吧！顾家这种豪门要的是强强联合，才不会看上你们这种野鸡。我到底是不是顾思年女朋友？等他来了不就知道了？不用等思年哥哥了，我现在就揭穿你的真面目。顾阿姨，您来了。南希啊，半年没见，真是越来越好看了。顾阿姨，刚刚这里有人说她是思年哥的女朋友，思年哥真的谈恋爱了吗？就凭他，也配当我儿子的女朋友？我就知道他是假冒的，那估计你的这身衣服也是假的喽。你什么档次，配和我穿一样的衣服？来人，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下来！放开我！别碰我！放开我！她真是顾思年女朋友，你们居然敢这样对她！待会顾总来了，有你们好看！给我继续扒！顾夫人都说了，她不是顾思年的女朋友，你们连顾夫人的话都不信了吗？别碰我！放手！于言啊，好痛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思年哥哥，刚刚这儿混进了一个想攀高枝的假名媛，你别生气，我马上就把他赶出去。这个是谁？思年哥哥，我是南艺的女儿，我们以前见过的。这是小女南希，刚从国外毕业回来，能力很强，我打算好好培养她。能力我没看见，恃强凌弱的本事倒是不小。顾总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想把骗子赶出去。顾总，他们欺负的是你女朋友。让开！有没有受伤？谁欺负他？什么？他真的是？可是顾阿姨说……闭嘴！到现在你还要胡乱攀咬，破坏我和我儿子感情。于言，你说说。就因为景色跟他们穿了一样的衣服，他就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扒掉景色的衣服。给我跪下，道歉！还不赶紧跪下！我向各位正式介绍一下，她是我的女朋友景色。慢着，顾总，她根本就不是您的女朋友。您出车祸的那天是你们俩第一次见面。我这里证据，假的就是假的，永远变不成真的。这场梦这么快就要醒了？如果顾思年知道我是骗子，肯定不会放过我。你是故意来拆台的？顾总，
我只是不希望您被这样的女人欺骗。她一个连大学都没有上过的孤儿，在认识您之前，她只能靠送外卖为生，而且她还在网上把自己包装成名媛的形象，到处混圈子，企图挤进上流社会，钓个金龟婿。顾总，您好好想想，您怎么会谈这样的女朋友呢？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也只能证明景色她又努力又上进。我喜欢她有什么奇怪的？顾总，您出车祸的时候，这个女人认出了您的身份，所以她趁着您失忆，故意说她是你女朋友。她就是一个爱慕虚荣、贪龙附凤的女人。她奸计你，完全是为了钱，对您没有半分真心呀。记忆可以消失，但是感情不会。我从见到她的第一眼起，就知道她是我命中注定那个人。至于她对我是不是真心的，难道我自己分辨不出来，还需要你来告诉我？而且，就算她对我不是真心，那又怎么样？她现在愿意留在我身边就够。徐秘书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很庆幸，因为我足够有钱，所以景色才选择了我。她可是贫民窟出身的，根本配不上你。如果看出身谈恋爱的话，那就不是爱情，是利益交换。好了，够了，你以后把心思放到工作上去，不要再插手我的私事，更不要去调查我女朋友。再有下次，我只好请你离开公司了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的女朋友受惊了，我先带她回家。景色，会让你好过的。顾思年，其实你是不是在想要不要跟我解释？其实我都知道。你恢复记忆了？没有，但是我知道你并不是什么名媛。那天我看见你走进向日葵之家了，所以你一直都知道我的身份。我骗了你，你不生气吗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我心疼你还来不及。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又不是你的出身。可是……没有可是，我不在乎这些，所以你以后不用在我面前伪装了。可我骗了你的不止这一件事，顾思年，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女朋友。哎，别动！你这脚肿得跟馒头一样，我给你涂点药。顾思年，你可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少爷，你怎么会这些啊？这又不难，只要有心，很容易学会啊。或许冒充顾思年的女朋友，最大的风险不是她可能恢复记忆，而是我会控制不住爱上她。你干什么？你是我女朋友，你说我想干什么？那个，我该回家了。还不到9点，这么着急回去干什么？我回家睡觉啊，我明天还要早起送外卖呢。你也听许瑶说了，我其实真正的职业是个外卖员。景色，你要认清现实，不能再继续沉沦下去了。你是我女朋友，还需要送外卖吗？你就听我的，明天在家好好休息，以后也不许去了。可是我不能一直用你的钱。为什么不行？难道说你想跟我分手？没有，我的钱迟早都是你的，你大可以心安理得的用。可是如果有一天你恢复记忆，发现我骗了你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吗？喂，景色，你跟顾总去哪儿了？今晚还回来吗？回家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下来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抓住机会，生米煮成熟饭。你可以呼吸了。这难道是我们的初吻？我们恋爱时间还不长。是这样啊，我记住了，不会再忘了。
你要再这么一直看着，我可真忍不住了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你脚受伤了，我送你回家。你家大人呢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哥哥，我好冷。婶婶，我们在这里住了这么久了，能不能别赶我们走？当我是做慈善的啊！赶紧拿着你的行李给我滚！别在这碍眼！好什么好啊？受伤了，晦气玩意儿！这么好的车，这么气派，怎么开到我们这个城中村来了呀？谁家大小姐？哎呦！我说哪个不长眼的呢？原来是你这个小妖精！你眼睛瞎了，你撞到我了！哎呦，我的腰！你赶紧赔我药费！我呸！还想讹你姑奶奶的钱？做梦吧你！谁让你离车这么近？活该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是傍上大款了呀！哈！大米、小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锦瑟姐姐、渊姐姐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！绑的婶婶要把我们给赶出去。锦瑟姐姐，我们以后没有家了。婶子，这个月房租我们已经交了，你凭什么把我们赶出去？就是，你们拖了半个月才交的。再说了，根据合同，我有权赶你们出去，大不了剩下的房租我还给你们就是了。婶子，你也太不讲道理了！这大晚上的，要我们搬哪儿去啊？我管你住哪儿，不妨告诉你，我们这片儿马上就要拆迁了，所以得腾地方。顾氏以后要在这片儿盖个大厦，以后我可就是有钱人。这片地方确实要拆，不过你的院子不拆。切，你说不拆就不拆啊？真以为自己是顾氏总裁呀？什么？我们这不拆了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说不拆就不拆了呀？哎，闺女，咱们家这院子你还租吗？我租。正好，我房子旁边的别墅一直空着，要不你们就一块住过去吧。那太好了。这不合适吧？我也不是帮你，其实我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你要是能住得离我近一点的话，我会很开心的。锦瑟，就是啊，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长期不住人，没有人气，坏得很快的。你就当帮顾总看房子了。对，于言说的对，你就当帮我了。锦瑟姐姐，我好冷。锦瑟姐姐，我也好冷。那好吧，我们就先暂时住着，等我们找到合适的房子就搬出去。好，上车。太好了，我们有新家了！哇，这也太棒了吧！这是天堂吗？小米，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小米好困。小米，锦瑟姐姐带你去睡觉觉，好不好？不，我要顾哥哥和我睡觉觉。你这丫头，年纪这么小就喜欢上帅哥。这样，我带小米去睡觉，你们把行李收拾一下。好。小米乖，乖乖睡觉啊。不要嘛，我要哥哥给我讲睡前故事。讲故事啊？你要哥哥讲什么故事？讲白雪公主，这是哪里来的？这是锦瑟姐姐给我们画的，我们买不起画本，所以锦瑟姐姐就给我们画了。画的真好。又温柔又多金，对孩子还这么有耐心，你捡到宝了你！再好也不是我的，当时只是用钱的权宜之计，我们也不能一直赖着他。明天我去送外卖，你去找房子吧。我看你就是没苦硬吃。唉，睡觉去了，困死。国王呢，又娶了一位新的王后。新王后非常的坏，她每天都要问一问魔镜，自己是不是最美丽的女人。
明天我带你去游乐场吧。约会不都去这种地方吗？可是我明天没空啊，我有事。什么事儿？反正是很重要的事。哦，没办法，要是告诉你我去跑外卖，你肯定不会让我去的。那行，下次吧。很好，重要的事就是瞒着我去送外卖。顾总来了。帽子，衣服给我。为什么？我要去送外卖。1万块够不够？看不出来吧？顾总，你确定你会骑电动车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顾总，你慢点啊！哎，喂，你好，您的外卖到了，我给您放外卖柜了啊。你走安全通道送上来。那可是20层。关我什么事？小心我投诉你！喂，大妹子，能上来？有个客人非要让我送上去，可是顾氏的电梯外人坐不了。唉，看来我只能爬楼了。哎，没这个必要，我常来的，我有办法。真的吗，大哥？你真是我救星啊！遇到你真是太幸运了。那走。你们怎么都不过来？这个电梯是闹鬼吗？你们怎么都不坐呀？他们肯定嫌弃我们是外卖员，不想坐同一个电梯，我们自己坐。那就没办法了，我们走吧。你们两个送外卖的给我站住！这里也是你们能进的。保安大哥，你就通融通融，我送上去马上就下来，就几分钟。赶快给我出去！这里可是总裁专用电梯，你们两个臭送外卖的，别把穷酸气留在这儿了。让我来解决，我是老外卖员，处理这种事得心应手。你们不让外卖员进电梯，客户又非要送上去，那你来送喽。你算什么玩意儿，敢使唤？你算什么玩意儿，敢使唤？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咱们都是打工人，都不容易，相互体谅。你们先去，待会儿饭菜凉。那谢谢保安大哥了。我就说嘛，我处理这种事得心应手。到底还是老外卖前辈啊，牛逼！你还有的选。走。就是他，给他点教训。放心吧，我最会了。小姐，您的外卖。奶茶都凉了，你要我怎么喝？我要给你差评，还要投诉你。你没事吧？还真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有顾总还不够，也有跟其他男人暧昧。你给我朋友道歉！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他自己冲上来的，活该！你要求我送上来，我送了，而且奶茶根本就没有冷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今天不管你是投诉还是差评，必须要给我朋友道歉！臭送外卖的，你不会只送我这一单吧？与其在这里跟我纠缠，不如快去送外卖了，等会儿超时了，赔死你！大家都是打工人，不容易，你凭什么这么欺负人？少给自己贴金了，谁跟你一样啊？我可是坐办公室的白领，而你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垃圾。那照你这么说，自认为高人一等就可以随意欺负人了是吧？社会的规则就是这样。行，我遵守你。行，我遵守你的规则。顾思年，顾总，您怎么穿送外卖的衣服啊？顾总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您。怎么，其他人你就可以随意欺负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顾总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我问你，你跟景色也素不相识，你为什么故意欺负他？是，
我刚才在那边都看到了，你居然拿外卖砸顾总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收拾东西滚蛋！顾总，您看这样处理可以吗？锦瑟，你觉得可以吗？我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，算了吧。糟了，要超时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那个，刚才着急送订单，没顾得上你，对不起啊，我还是没听你的话去送外卖了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怎么会呢？你不想依赖我也是人之常情，要怪就怪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。顾思年，你真的太好了。那么，要不要请你这么好的男朋友吃2个烤红薯？你这样的人物也吃烤红薯吗？当然了，怎么，你不舍得啊？当然不是，我今天赚了200块呢，你等着。婆婆，2个烤地瓜。好。你看到我去送外卖，怎么不阻止我，还穿上这身衣服？我想，既然你没有办法信任我，那么至少我可以陪在你旁边。我不是不信任你，我只是觉得我们虽然是情侣，但我也不能太依赖你。我也没打算阻碍你，我只是觉得你应该从事你更擅长的工作。擅长我的？我有什么擅长的？我连高中都没读完。我看了你给小米画的画本，特别棒。我觉得你在设计方面非常有天赋。我们公司的视觉创意部门正在招人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特别棒，是在说我吗？对呀，当然说的是你。哎呀，我不行的。你行的，前提是你要相信你自己。可是进这样的公司是需要学历的，我没有。可是你有我啊。人在这个社会上要学会借势，我不介意你借我的势。千里马如果没有伯乐赏识，它也会淹没在马群里的。人人都需要贵人，我就是你的贵人。苍天哪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像他这样温柔的人啊？犯什么花痴呢？他可是顾氏的总裁，是你这种混圈女一辈子都攀不上的人。锦瑟，你清醒一点，千万不能被美色蛊惑。你这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回家吧。锦瑟啊，锦瑟，他可是你一辈子都攀不上的人，千万千万不要动心，你们是不可能的。好，我送你回家。哎，锦瑟，你回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去医院啊。顾总，你也来了。顾总，我今天去医院看江婆婆，才知道您派人把江婆婆转到了顾氏旗下的高档医院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真的？我知道你之前辛苦打工都是为了江婆婆的病，从今往后你不用再操心了，我保证她会得到最好的照顾。可是顾氏集团旗下的高档医院，住院费肯定很贵吧？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更何况你是我女朋友呢。就是锦瑟，别跟顾总这么见外。来，顾总快坐，我和锦瑟给你切茶。大米、小米，你们可要好好招待顾哥哥哦。好，顾哥哥，来坐这。这下欠他的越来越多了。于媛，你明天去找房子，江婆婆的医药费就算了，我可以慢慢赚钱还给她。可在生活上，我不能再依赖她了。锦瑟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这么好的财神爷，你为什么总想着推开他呀？于媛，你听我的就是了。还是生米煮成熟饭更为稳妥，我可不想搬出这个大别野。姑奶奶，你别生气了，我明天就去找房子，还不行吗？给您沏茶赔罪。
你说的，以后可不准再骗我了。不骗不骗。顾总，你也喝。谢谢。怎么感觉头晕晕的？那肯定是在外边吹风着凉了。顾总，您快扶他进房间休息吧，他可重了，我一个人可扶不动。我扶你回房间。可能是感染了风寒，我去拿点药。Come to me, bab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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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， 你就真爱，你给的感动，我怎么？别走，帮帮我！锦瑟，你生病了。我没有生病，我好热。不对，你是被下药了。虽然顾思年没有喝下那杯茶，不过锦瑟喝了，我就不信顾思年还能忍得住。果然是那杯茶的问题。顾总，我已经打电话叫医生了，你进去照顾锦瑟。顾总何必叫医生来？你进去帮他不就好了吗？你们本来就是男女朋友，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？我要的是锦瑟心甘情愿的接受我，这次我饶过你了，再有下次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知道了。顾思年，让你装正人君子，这下子后悔也来不及了吧？顾思年怎么还在我房间？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？醒了。顾思年，昨晚于远给我们那杯茶有问题。假如顾思年恢复记忆，会不会觉得我是为了留住他，故意指使于远这么干的？怎么吓成这样？放心，昨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我给医生打过电话了，他来给你喂了解药。真的？你自己没感觉吗？身体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幸好我忍住了，不然你岂不是会很恨我？顾思年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没关系，我会等到你心甘情愿接受我那一天的。世界上竟然真的有这么好的男人，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动心，可是……顾思年，我没有不愿意，就让我承认这一次吧，到时候就算你恨我，我也认了。哥哥姐姐，出来吃早饭啦！算了，今天就先放过你。于远，你再做这种事，我以后真的不理你了。行了行了，顾思年已经警告过我了，我也不知道你在矫情什么。换作是我，早就把他给睡了，争取早点怀孕。你还说？吃饭啦！来，你真的打算不去顾氏工作了？我画画是自学的 ，PS 也是，能进这种公司的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，我怎么能比啊？可是你很有天赋，我随便指导你一下，你马上就可以做得很好。锦瑟，顾总都说你行，那你肯定行。就算你不相信你自己的能力，你总要相信顾总的判断吧。锦瑟姐姐画的绘本可好看了，我带到班上，他们都说
锦瑟姐姐是个天才。那我试试。有了这套品牌 VI 啊，你肯定就能顺利进入故事。果然，一个好的爱人就会带着你成长。谢谢你。好了，我要去公司了，你好好准备今天的面试，我明晚再过来陪你。他的生活里有一望无垠的滑雪场，悬窗外的白鸥碧海，高尔夫球场绿草如茵。她美丽、富有、幸运，可那不是我。照片后的我灰头土脸、风尘仆仆，是社会中最下层的人。可从此以后不是了，我也再也不用伪装成他了。顾总，今天我听人事的人说，咱们公司的视觉创意部放低了招聘要求，只看作品，不看学历。我交代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倒是要去人事部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许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顾总让我下来看看，帮你们把把关。应聘作品，我可以看看吗？当然可以，这边都是通过了初试的作品，您看看。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哄骗顾总，让他为了你连公司的规矩都改了，但我今天要是让你进公司了，就不姓许。这场面试我可以参加吗？谁不知道您是顾总身边的人，您来了当然是您做主面试官。锦瑟，我在，来了。愣在门口干什么？过来呀！请问是先做自我介绍吗？许秘书还没说话，你着什么急？锦瑟，我们之前见过，还记得吗？记得。许秘书，你们俩是朋友啊？你早说呀！我可没有他这种朋友。他呀，住贫民窟的。我就说，怎么一股穷酸味呢？我住在哪儿跟今天的面试没有关系吧？当然有关系。面试就是通过你的过往经历来评估你的能力。你之前是做什么的？我之前没有固定工作，一直在送外卖。你在开玩笑吗？我们顾氏可是上市企业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上班的。是啊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们公司会要一个送外卖？你们不是说只看作品吗？能不能先看看我的作品啊？这是你的作品吧？是啊，我昨晚刚做的。你知道吗？在我们这个行业，抄袭可是大字。这是我的作品，我没有抄袭。是啊，你是没有抄袭，你这是赤裸裸的剽窃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拿走了原稿，把你的作品换成了复印件，我看你怎么说得清。不对啊，这里有一份是复印件，那是我1年前的作品，当时复印了好几份分享给朋友，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搞到的。这明明是我的作品啊，我昨天晚上刚做的。我之前上交的是原稿，如果是复印件的话，怎么可能通过初筛啊？那么多作品，一时疏忽也是情有可原吧？作为顾氏集团的人士，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？你脸皮够厚的，你偷了我的作品，还在这儿脸不红心不跳的狡辩，心理素质还够强大。你说是你的作品，那你能说说你的设计思路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我可是江城美院毕业的，而你就是一个高中都没有读完的学渣，你怎么可能画出这种作品？对啊，难道你还说是许秘书抄袭你的作品不成？说出去有人会信吗？
有背景就代表有实力吗？你们公司不是口口声声说不看学历只看能力吗？够了！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弄虚作假的人，就是你们这种人把行业风气搞坏的。就凭你也配和我争顾总？赶紧给我滚！别把你的贫民窟毒气留在公司了。许秘书，以后出入可得小心点，像他们这种狭隘、心胸窄，见到比自己优秀的人就恨不得去祸害的。还赖着不走干嘛？保安，把他赶走。顾总，您说的那位景小姐已经到公司了，咱们要不先去看看？不用，如果我去了，他肯定以为人事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录了他，让他自己解决吧，我相信他的能力。行，那咱们先去开会。等等，我有证据。这个品牌 VI 是我昨天做的，作品里的品牌是我虚构的 ，GS 是我名字景色的缩写。还真是，这就更可笑了。JS 服装本就是现实中存在的品牌，你居然说是你虚构？对，我是听说有这么个公司，这个缩写和你的名字一样吧？不可能，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。还在这里狡辩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我有证人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留下来，这是我改变命运的机会。你干什么？会议暂停。你叫来的人跟你肯定是一丘之貉，你以为我们会相信吗？他昨天看着我做的，不会是你那个朋友吧？那个跟你一起坑蒙拐骗的搭档。你说谁坑蒙拐骗呢？你说谁坑蒙拐骗呢？顾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看看你们面试进度。您放心，有许秘书在这里，不会出岔子的。我刚进来之前听到里面吵吵嚷嚷的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顾总，这里面有个人抄袭，不过我已经处理好了，我现在就去把这个烂货赶出去。在这里干什么？赶紧滚啊！别碰我！让开！该滚的人是你。顾总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顾总，您维护景小姐也要有个度吧？她抄袭，你也要偏袒她吗？抄袭？她抄袭了我的作品。你说这是你的作品？是。我之前有没有警告过你，不要再招惹景色？我只是秉公办事，就算您是总裁，也不能徇私。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这幅作品是我亲眼看着景色做。这怎么可能？许瑶，你品德败坏，不再适合做我的秘书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将为普通员工。至于你，从人事主管降为人事专员。景色，你的作品我很喜欢，你愿意加入顾氏集团吗？我愿意。那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请你吃个饭呢？应该是我请你吃饭吧，你都帮我这么多了。好。这以前都是您陪在顾总身边，现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之前顾总出车祸失忆，他忘记了我们的过去，把景色当成了我，这不是鸠占鹊巢吗？您放心，我们姐妹定为你出头，等她到公司有她好看。借尸的感觉真的太爽了，面对这种失利就该这样。哎，您好，请问我的工位在哪儿？不知道。那我该问谁呢？没看见，我正忙着呢。你烦不烦啊？你好，经理，我是新来的员工景色，请问我的工位在哪儿？右边靠窗的位置。好的。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。中午一起吃个饭？
还是算了。你晚上可以去我家，我们一起吃饭。但在公司还是避嫌好，我点外卖就好了。我的女朋友怎么能吃外卖呢？啊？景小姐拒绝了您的邀请吗？她说要避嫌。哎呀，顾总，您干嘛不把景小姐安排到身边当秘书？你看啊，这样不仅可以天天见面，还可以每天共进午餐，关键是啊，还不会被闲杂人员看到。她有自己的天赋和理想，当然是要把她放在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岗位上。安排一下，今天视觉创意部门聚餐，我请客。哎，顾总，还是你会啊！为了不让景小姐吃外卖，居然请全部门人吃饭，高！那我这就安排下去。哎，经理，怎么了？您还没给我安排工作呢。你呀，就做着玩玩，拿工资不好啊？可是我是来工作的。人家想都想不到的好事儿，你还不乐意？请您给我安排工作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有工作我会安排你的啊。哎，有一种一拳打到棉花上的感觉。她就是那个三姐。可不是，咱们公司谁不知道许秘书和顾总是一对儿？就是他，横插一脚。你们胡说什么呢？我们可没胡说，你趁着顾总失忆，冒充他女朋友。对啊，许秘书和顾总本就青梅竹马，本来就快结婚了，你可真是够不要脸！你们胡说，许瑶怎么可能是顾总的女朋友？当然，那我们都知道，那人家顾总跟许秘书以前都成双成对的。自从你出现了，那顾总都不理人家许秘书。这个许瑶也太卑鄙了，明的不行就而阴的，还在背后造谣。许瑶以前是顾总的秘书，他当然会跟着他。现在他已经被下放到了其他部门，顾总当然可以不理他了。是呀，为什么被下放到别的部门？还不是你在捣鬼？就是。今天中午，顾总请全部门人聚餐，请大家务必都到啊！你看他居然那样拿酒杯，果然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。这样拿有什么不对吗？看，这才是正确端着酒杯的方式。大家都到了，顾总来了。坐。你们刚聊什么呢？哦，他们在教我正确拿高脚杯的姿势。既然这样，大家一起干一杯。记住，只要你足够强大，你就是别人的标杆。不过这个酒还真挺好喝的。当然了，这个是罗曼尼康帝，10几万呢。这么贵？喜欢就多喝点。喜欢吃排骨吗？这么多人了，不好吧？我自己可以夹。啊。我刚进来的时候，看见景色两边没有人，大家是不是对他有什么意见？大家是不是对他有什么意见？没有，没意见。这是能说的吗？他们不会以为我跟顾思念告状了吧？那个，他们对我都挺好的。是吗？那就好。对，我们对景色都挺好的，对吧？今天景色第一天加入我们公司，我们一起给他敬杯酒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打个头。来，景色，欢迎你加入我们部门，干杯！敬你一杯。来，景色，我也欢迎你，干杯！干杯！景色，非礼。干杯！干杯！给你敬一个。
顾总，我们先吃。我先走了。先走了。先走了。副总先走了。这个我说。他们都走了。对啊，大家都吃完了。这不还有很多菜吗？给我打包起来。你现在有钱了，不需要打包了。是啊，我现在有钱了，不过还没有习惯富人的生活，这就还是要打包。不能浪费，浪费可耻。好，浪费可耻。服务员，打包。今天吃饭花了多少钱啊？没多少。我知道你是为了请我一个人吃饭，所以请了全部门的人吃饭。这都被你发现了？你说嘛，多少钱？不准骗我。那一瓶酒就要17万了，大概30几万吧。太贵了！这样，以后我从家里带饭到公司，我上来找你一起吃，好不好？好。30几万吃一顿饭，我们的差距也太大了。要是没有那次意外，我估计我这辈子连摸你裤脚的资格都没有。没有那次意外。景色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说顾思年，我喜欢你。这可是你招惹我的，你醒了，你可不能怪我。思年在吗？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见我儿子还要预约吗？没有。哎，夫人，那个顾总休息呢，这样您先坐着喝个茶，我去喊顾总过来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。夫人，顾总每天都很累，他刚睡着，你也理解他不是？夫人，我找他有重要的事。夫人，妈，我们出去走。思年，你去干嘛？你们两个居然在办公室！妈，咱们到外面说。老婆，我妈来了，我出去应付一下她。好，您消气，刚才我那儿有一个特别好的茉莉龙井，你拿回去调养一下身体。妈，你找我什么事？你跟锦瑟该分手了吧？妈，你也看见了，我跟景色该发生的都发生了，所以我不会跟他分手。你什么意思呀？难不成你还要娶她吗？不行，我绝不同意。你声音稍微小点，他刚睡着。她不过就是一个要学历没学历、要出身没出身的丫头，到底有什么好？在我眼里，她哪里都好。你真是气死我了！思年，顾夫人，妈，这事还是回去再说吧。夫人，思年，你妈妈好像不太喜欢我。她喜不喜欢你不重要，我喜欢你就可以了。我今天要让你看看我有多喜欢你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还要工作呢。我是老板，我放你今天不上班。你怎么来了？夫人，我妈托我给您送点人参。哦，放那儿吧。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你确定思年和锦瑟那个丫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？我确定。奇了怪了，思年只是失忆了，又不是撞坏了脑子，怎么对一个陌生女人这么上头？顾夫人，
我总觉得这个景色有点眼熟。等等，不会是他吧？您说谁？你看这个女生像不像景色？何止是像，除了面容稍显稚嫩，几乎是一模一样。难道说景色真是顾总的女朋友，还是校园情侣？不可能，我儿子上的是顶级院校，而这个景色贫民窟出身，怎么可能跟我儿子一个学校？我明白了，画像上的这个女生是顾总的初恋，顾总恰巧失忆，景色又长得像这个女生，所以顾总就把景色当成了她。景色只是这个初恋的替身吧？一定是这样。到了。看来今天把你累惨了，都是我的责任。你还说？我先回去了。好。你也早点回去休息。等等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徐媛，嘿嘿，是顾总送你回来的。瞧你这满脸春光的样子，快说说进展到哪一步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呀，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嘛？你要是真跟顾总睡了，我可得放鞭炮庆祝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于媛，你别说了，你居然没否认。这么说，你真的睡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快老实交代。嘘。喂，锦瑟小姐您好，我是顾家的管家，顾夫人想邀请您明天中午参加顾家的家宴。家宴？顾总怎么没告诉我？顾夫人想单独和您谈一谈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按时去的。那就明天见了。顾思年的妈妈要请你吃饭，感觉像是鸿门宴啊。要不你还是给顾思年打电话问问吧。我不想他因为我跟他妈起争执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搞定的。你倒是有点本事啊！不知道夫人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以为思年对你只是新鲜感，没想到他还对你上心了。锦小姐是什么学校毕业的？高中辍学。什么？高中辍学？是的。我家思年可是麻省理工毕业的，她自小就比别的孩子优秀。想要嫁给他的千金名媛，可以从这里排到巴黎。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看上你了。可能是山珍海味吃多了，就想吃点清粥咸菜。我的出身的确不如他们，但这并不代表我比他们差。我会努力让自己配得上思年。你还真够自信的。我记得你是孤儿吧？你所处的社会阶层就注定了你的出身也就这样。你能成为他的助力吗？你跟他在一起只会毁了他。而徐瑶就不一样了，他年纪轻，能力强，还是许家的千金。这世界上比我优秀的人多了，可思年他选择了我。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确定思年喜欢的人是你吗？你不过就是个替身罢了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眼熟，当时没想起来。这几天我终于记起来，原来你长得像思年的初恋。你自己好好看看吧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这个女孩跟我长得几乎一样，难怪当时顾思年认定我是他女朋友，原来他把我当成了别人。记忆可以消失，但是感情不会。我从见到他的第一眼起，就知道他是我命中注定的一个人。这样，一切就解释得通了。看清楚了，思年失忆后，把他对初恋的感情转移到了你身上，所以才会对你这么上心。等他的记忆恢复，你确定他还会像今天这样在意你吗？既然这样，顾夫人您着急什么？
等4年恢复记忆，他自然会把我一讲出来看。好你个不要脸的丫头，你不就想趁此机会怀孕，然后借此上位吗？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你休想进顾家的大门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顾夫人，我还有工作，就先不分配了。夫人，我觉得这样没用。他呀，就是冲着顾总的钱来的，根本不在意顾总是否真心爱他。你放心，我还有后手。来，这个项目由你来负责。嘿嘿，听到没有啊？什么？我说啊，这个项目由你来负责，好好看看啊。什么项目啊？给我看看。竟然是霍雨凡，还得是关系户啊！这么好的项目就给你了。霍雨凡是谁？你连霍雨凡都不知道？他可是跟顾总并称江城2少的人物。是啊，他不仅长得帅，家世还好，而且还很有艺术天赋，不知道是多少女孩的梦中情人呢。闲聊什么呢？做自己事情去。景色，顾总喊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好。顾总，您找我？你叫我什么？这里毕竟是公司，你是我老板。现在呢？年，这还差不多。听说你接了霍雨凡的项目，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。这是你的第一个项目，我希望你一战成名，在行业里站稳脚跟。顾思年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怎么到现在还在问这种问题？我有多喜欢你，你不知道吧？假如你喜欢的人根本就不是我呢？傻瓜，难道我连自己喜欢谁都不知道，还需要别人来告诉我？顾思年，等你恢复记忆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昨天睡得很晚，精神不太好。那我更要陪你一起去了。不，我还是自己去吧。本来公司就有人说我是关系户，这第一个项目你再亲力亲为的帮我，他们更会质疑我了。行吧，那你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记得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好。李小姐，这边。抱歉，侯先生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坐吧。我也是刚到的，说说你的细节吧。我把您的俱乐部设计成了一个动态的视觉艺术中心，这是方案和设计，您看一下。看来景小姐对我的项目还是很用心的。顾总，您在想什么呢？我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合同吗？不，是景色，景色有点不对劲。查一下，景色跟霍雨凡约在哪里？景小姐用公司后台定的位置，我来查查。查到了，南京咖啡厅。霍雨凡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跟我争，但凡我喜欢点什么，他就非要来抢一抢。我都怀疑他忽然找我们合作是别有所图了。我过去看看。实在吗？霍先生，您喝点热咖啡。谢谢，我看过了，非常好。您的意思是这个方案没有问题吗？当然没问题啊，但是我要你去现场亲自把控细节，到时候我也会去的，咱们一起去现场协商。没问题，我一定会尽力而为。我相信你，景小姐。好了，霍先生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景小姐，我自幼生活在国外，我用国外的礼仪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介意。我介意。你怎么来了？景小姐，这是什么情况？
我刚才附近谈生意。霍大少，好久不见啊！我记得你回国也有段时间了吧？怎么还没有学会国内的礼节啊？顾总，这是和景小姐什么关系啊？你不是都看见了吗？生意谈完了吗？我们去吃饭。霍先生要不要一起？好啊。没必要请他了。我跟霍先生刚签完合同，我觉得有必要请他这顿饭。霍先生，你想吃什么？我不挑的，但是呢，我看顾总啊特别喜欢吃醋，那就吃点酸苦的好了。霍少这么不识趣，想来生活一定过得很苦吧？要不我们还吃点甜口？那这样吧，我们去吃酸甜口味的，怎么样？这家店的招牌菜就是这道话梅排骨，景小姐呢一定要尝一尝。哎，你可能不了解景色的口味，她喜欢吃辣。景色很专一的，对于喜欢的食物呢会一直吃，对于不喜欢的呢，碰都不会碰。那个，其实我想吃什么可以自己夹的。景小姐啊，我建议你呢试试别的口味的菜，说不定啊你就喜欢上了呢。胡一帆，你什么意思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顾总，你没和景小姐结婚吗？大家都有机会，是不是啊？霍先生，这胡一帆，告诉我，我跟景色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没这个机会的，是吗？景小姐，霍先生，无论我跟顾总是什么关系，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您就不要开这种玩笑了。我们只是合作关系。景小姐，我没有在开玩笑。以后呢，咱们打交道的机会还有很多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的。胡一帆，景色以后不会再跟这个项目了。陆总，思念我，景小姐，这是你的项目，我相信你不会因为儿女情长放弃的。思年，霍一凡还是公司客户，我们就这样走了，也太失礼了吧？他都要抢我女朋友了，我还跟他客气啊？我们顾氏集团又不缺他这么一个客户。我不想失去这个项目，我想继续跟。不许去！难道你是怕他把我抢走了不成？怎么可能啊？那你担心什么？他人很坏的，我怕你吃亏了。我会小心的。霍一凡虽然为人有些轻佻，但还不至于做什么过分的事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就听我这一次，把项目交给其他人。公司还有很多项目的，你要想锻炼的话，机会有的是。我就要跟这个项目。你一定要跟我作对，是不是？顾思年，我不是非要跟你作对，而是这个项目是我的心血，我不想放弃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必须适应没有你帮我的日子，这样等你恢复记忆的那天，我才不会太过狼狈。好了，是我错了，那这个项目你继续跟，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顾思年，如果什么？如果你喜欢的人就是我该多好，可是没有这种如果，我只能祈求你迟一点恢复记忆，让我这个美梦持续的久一点，再久一点。如果你现在亲我一下，我会很开心的。非常荣幸。瓜爷，你交给我的任务恐怕很难完成了。思年和这个叫景色的女孩可能是真爱，我没本事拆散他们。怎么可能呢？你霍家大少爷的魅力，谁能抵挡？阿姨，我觉得景色是个不错的女孩，要不就接受这个儿媳妇吧。不行，我绝不接受。你别忘了，思年跟你大姐的女儿有婚约，你怎么能同意她娶别人呢？可是那个女孩已经失踪20多年了，我们一家人都不抱希望了。我们顾家都还没放弃呢，看在我还在帮你们找人的份上，你就帮帮阿姨吧。除了你，还有谁能从思年的手里抢人呢？既然您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再试试吧。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家。你想做什么？你还要我说？喂，顾总，
医院那边来了消息，说江婆婆的情况不太好，您看要不要通知景小姐？我知道了，告诉医生全力抢救江婆婆。江婆婆怎么了？你先别担心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医生，江婆婆情况怎么样？放心，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。那就好，谢谢你啊，医生。江婆婆没有孩子，所以她就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。所以你们都是江婆婆收养的。她一开始只收养了于远，后来用从人贩子手中救下了差点被拐卖的我。等等，你是被人贩子拐卖的？那这么说来，你的亲生父母极有可能还健在。江婆婆也是这么想的。一开始，她还试着帮我找亲人，可是毫无头绪，她只好收养了我。江婆婆能力有限，但我不一样，我能帮你找到亲生父母。没关系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我现在只希望江婆婆能够快点好起来。一定会好起来的，我跟你保证。快点进去吧，早点休息。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吗？你这是在邀请我吗？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好了，江婆婆刚刚脱险，我想你也没这个兴致。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顾思年，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顾思年，我好像越来越贪心了。我多么希望你可以永远不要恢复记忆，永远不要离开我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很舍不得你。你今晚留下来好不好？好。思年，我放心，我今晚没打算做什么。锦瑟，你昨天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都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锦瑟姐姐早上好，锦瑟姐姐早上好。嘘，小声点儿，你们顾哥哥还在睡觉呢。昨晚顾总留宿了，可以啊，锦瑟，争取早点怀孕。这种事儿又不是我能决定的。这么说，你也觉得早点怀孕是个好主意了，对吧？我没有。锦瑟啊，锦瑟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竟然真的对这个主意动心了。睫毛真好看，像蝴蝶的羽翼。鼻子也好看，嘴巴。那你想不想再尝一下？不早啊，你赶紧起来吃早餐吧，我今天还要上班呢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景小姐，你来了。顾思年竟然没陪你一起来啊？霍先生，我们还是聊工作吧。您对这个展厅的设计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我感觉还缺了点什么。缺了什么？我可以改。缺了景小姐的笑容。我看缺的是你的廉耻心吧。顾思年，他刚刚去停车了。霍一凡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别再跟我说什么对景色一见钟情了。你是什么货色，我可太清楚了。顾思年，你不要在景小姐面前诋毁我的名声。景色，你别听她胡说，我对她感情可是一向认真的。霍先生，我对待感情也很认真，我爱的是思年，无论你是虚情或假意，我都不会接受。喜欢听，爱听，再说一遍。顾思年，
顾思年，救护车，叫救护车！顾夫人，思年他们，你这个扫把星！我儿子这么些年没有进过医院，跟你在一起，短短3个月就进了2次医院，我儿子迟早会被你克死。对不起，我会好好照顾思年，直到他彻底康复。不用你的照顾，给我滚！我不滚，我要在这里陪着他。你把顾总害成这样，你还有脸待这儿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求求你了，我只是想看他没事，我只要看到他没事，我马上就走。夫人，他死也不松手，实在拉不走。夫人，看来他这是要打定主意赖上顾总。那就把他的手打断，我倒是要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，想要飞上枝头，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命。动手！住手！锦瑟，顾阿姨，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玉凡，都是这个女人害得思年受伤，我教训她，你怎么还护上了？阿姨，这件事和锦瑟没有任何关系。顾思年是因为救锦瑟所以才受伤的。你这样对他，等顾思年醒过来，你怎么跟他交代？真是个狐狸精！总之，有我在，你们不许动他一根汗毛。锦瑟，你们去那边坐着等吧。不，我不走，我要等他醒过来。你别怕，有我在，他们不会跟你走的。你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等顾思年醒了，他会自责的。走吧。走。这个锦瑟真是不简单，不但勾搭上了顾总，现在还勾搭上了霍玉凡，这样不好吗？夫人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是锦瑟和霍玉凡在一起了，我儿子自然会看清他的真面。可是他会舍弃顾总，选择顾一凡吗？哼，他不过就是想钓个金龟儿，谁都一样。更何况霍玉凡比我儿子也差不了多少，霍家没有阻碍，而我万般阻拦，他当然会选个难度更低的。别动，我给你上药。霍玉凡，谢谢你，根，我心里只有思念。我知道，我并不是想趁虚而入的，我的确很喜欢你，但是那种喜欢。什么意思？我大姐她有个女儿，跟你差不多大，只是后来她出现了意外。如果她还活着的话，可能是你这个年纪吧。原来如此。说起来，你和我大姐年轻的时候还真有点像呢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只要能在24小时之内醒来就没事了。好，多谢医生。这下你可以放心了。顾总之前出车祸不是有个血块压迫了神经吗？我们刚才发现血块消失了，也算是因祸得福。这么说，他的记忆也恢复了？不出意外的话，是的。锦瑟，你怎么了？他心虚了呗。本来他和顾总之间毫无交集，顾总出车祸失去了部分记忆，他恰巧又跟顾总的初恋长得很像，顾总就把他当成女朋友。等我儿子醒了，知道他差点被你这种女人缠上，肯定会恶心的吐出。你要是识相点，就赶紧滚，永远不要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不，我要留在这儿等他，除非他亲口让我滚，不然我不会走的。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死心？顾总醒了。锦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像他们说的那样，
思念失去了部分记忆，把我当成他女朋友。原来如此，你一定觉得我很卑劣吧？怎么会呢？你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活，你又没有伤害任何人，这不怪你的，你们要感到自责的。可现在得到的一切本该不属于我，我早就料到这一天会来，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思念如果醒来，他会怪我的话，我也删了。怎么可能呢？顾思年他有多在意你，没人比我更清楚。不管顾思年他有没有恢复记忆，你们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。不是说思年醒了吗？刚刚顾总确实清醒了一会儿，只是身体还很虚弱，所以他又昏睡了过去。这样啊？哦，对了，谁叫锦瑟？刚刚顾总昏迷的时候念了好几遍他的名字。医生，你不是说思年已经恢复记忆了吗？理论上是这样的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说顾总还没恢复记忆？还有一种可能，他已经恢复记忆，但还是放不下锦瑟那个小贱人。那这下该怎么办？不急，我有办法。夫人，思年怎么样了？他有没有说什么？他说他不想看见你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信，我要他当面告诉我。顾总说了不想看到你，你是听不懂吗？而且啊，他甚至都不想提起你的名字。想到这段时间跟你这种女在一起，就晦气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儿子看不上你这种女人，是你自己非要自取其辱。顾阿姨，顾思年真的醒了吗？医生刚刚说的，还能有假？没错，你们两个还是赶紧滚吧，别在这里碍眼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就走。锦瑟，我送你回家吧。走吧。锦瑟，你不要太难过了。既然顾思年是那样的人，他根本不值得你伤心的。不，请你不要这么说他。跟他在一起的日子本来就是我偷来的。他很好很好，是我不配。从小到大，除了江婆婆以外，他是对我最好的人。锦瑟，那你父母呢？我没有父母，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。哦，我该下车了。今天的事谢谢你啊，霍先生。改天有时间请你吃饭。孤儿院长大的，和大姐女儿年纪差不多，长得和大姐不会这么巧吧？不过事情没关系了。愣着干嘛呀？快上呀！比手机撒把米，鸡多少都比你好。玉圆，大米小米呢？在午睡呢。把他们叫起来吧，我收拾收拾，我们搬家。好好好，行。啊？什么情况？住的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搬家呀？因为顾思年不要我了，我们继续赖在他这儿也不合适。怎么可能？他恢复记忆了，知道我骗了他。总之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这个顾思年，我算是看错他了。不是你们俩都睡过了，他不能翻脸不认人吧？好了，雨圆，我们搬家，然后给江婆婆转院。唉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我们还是回到了这儿。这下江婆婆的医药费又成了一个大问题。我知道，所以明天我们一起去送外卖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打算辞职？不行，顾氏集团的工资可比你送外卖高多了。你觉得顾四年还会让我继续做下去吗？那就等他主动开除你，挣你多上几天班就多拿几天工资。你说的对，走吧。走吧。锦瑟，做梦都是这个女人，真是魔怔。
需要你想办法把锦瑟这个女人赶出江城，最好让她这辈子都别踏进江城一步。只要是你能做到，我就让思年娶你。顾夫人，你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思年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好多了。景色呢？我怎么没有看见景色？谁知道啊？估计是怕你醒过来，忙着物色下一个对象。妈，你别胡说，他不是这种人。我手机呢？我给他打电话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怎么没人接呢？说不定他是把你拉黑了。幸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把锦瑟的号码换掉了一个数字。不可能！思言，你现在已经恢复记忆了，应该知道锦瑟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是你的女朋友，她不过就是一个趁虚而入的冒牌货。锦瑟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去找她。你不许去！你伤还没好呢。昨天是锦瑟亲自把你送来的医院，他如果有心，自然会来看你的。妈，我受伤了，锦瑟不可能不来看我。你是不是对她做了什么？思年，你怎么能这么污蔑你妈？哎，总裁您醒了，你知不知道锦瑟在哪儿？她今天去上班了呀。看吧，如果我真的对那个女人做了什么，她怎么还能好好的去上班？我看这个女人啊，就是没有心。我去公司找她。你疯了！你伤还没好呢。我好差不多了。陈助理，把我妈拦住。好。告诉你，你给我回来！锦瑟啊，锦瑟，你还真是够厚脸皮的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不主动辞职？不过没关系，公司也会把你开除的。你不是我上司，凭什么开除我？哼，锦瑟，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这是顾总的意思。如果这是顾总的意思，那么他一定会让陈助理传话，而不是你。许阳，你现在已经不是顾总的秘书了。顾总之前是受你挑唆，才把我调离了其他部门。现在他已经认清了你的真面目，我已经被调回总裁办。我不信。你们说是不是这样？是的，公司刚刚发布通知，徐瑶现在是总裁办的首席秘书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你的方案涉嫌抄袭，已经被江城所有公司拉上了黑名单。江城已经没有你的立足之地，赶紧滚吧！这也是顾思年的意思？那是当然，顾总说了，再也不想在江城这个地界看到你，所以赶紧带着你的穷酸小伙伴离开江城。顾思年，你真的恨我恨到这个地步吗？还赖着不走，我就要叫保安了。顾思年，我没想到你连我唯一安身立命的本钱都要剥夺。本来就是因为你，我才走上设计这条路。既然你决定收回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不用叫保镖，我收拾完东西自己走。顾总，你怎么出院了？我已经按照你的方案。锦瑟，你怎么样？顾思年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还好，还好没有受伤。顾思年，我以为你恨上我了。是不是我妈对你说了什么？不哭啊，我爱你还来不及呢，又怎么可能会恨你？我已经知道了，其实你喜欢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，
我其实只是个替身罢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医生不是说你脑子里的血块消失了吗？难道你还没有恢复记忆？我已经恢复记忆了，所有的事情我都想起来了。所以你应该知道，你喜欢的人根本就不是我，我只是碰巧跟他长得像罢了。是不是我妈给你看我的画本？那个女孩是你的初恋吧？你一定很喜欢她吧？没错，她是我的初恋，我也的确很喜欢她。顾思年，你去找她吧。我希望你可以跟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就是一个偷走别人幸福的小偷，能短暂拥有你几个月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可是我不满足啊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傻瓜，那个素描画的主人公就是你啊！你说什么？其实我一直在找你，只不过我没想到我们会以这样戏剧的方式重逢。顾思年，我不明白，你确定你没弄错吗？我们之前从来就不认识。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你了。当时你会从教室的后门溜进来，坐在角落里面认真听课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画的你的画像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当时江婆婆在江大收废品，我也经常跟她混进去。可是你不是麻省理工毕业的吗？我先在江大的艺术系读了2年，后来才出的国。原来是这样，可我对你完全没有印象。因为你那个时候在认真听课，我都不好意思打扰你。等我鼓起勇气去找你的时候，你却已经消失不见了。所以说，你从始至终喜欢的人一直都是我。没错，我说过了，记忆可以消失，但是感情不会。这下你相信我说的了吧？顾思年，我还是不敢相信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还是说这是你报复我的方式？我没有骗你。可是这种好事怎么会出现在我身上？怎么不会？你又善良又努力又坚韧，你拥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美好品德。我爱你很正常啊。我哪有那么好？我就是因为你的钱，所以才冒充你女朋友的。是我想让你当我女朋友，你答应了，哪来的冒充？喂，总裁，我送夫人回顾家了，不过夫人依然很生气，您还是快点回来吧。我知道了。你是不是从医院过来的？医生允许你出院了吗？给我看看你的伤口。没事，我的伤已经好，只不过我得要先回趟家，我要得安抚一下我妈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我自己去就行了。我妈要是见着你啊，大概又要说一些不中听的话，没必要去出这个眉头。就算这样，我也要去。她毕竟是你妈妈，我总要征得她的同意吧。好。顾总，是夫人让我……你不用解释了，我不想听。另外，从今天开始你被开除了，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。顾总，还有，给景色道歉。凭什么？算了吧，思念，我也不在乎他的道歉。要么给景色道歉，要么我切断所有跟许家的合作。对不起，景小姐。大点声！对不起，景小姐，请你原谅我。满意了吗？我们回家吧。景色，得意什么？有顾夫人在，她是绝对不可能同意你进门。不在，迟早甩。你怎么把这个女人给带来了？赶紧让她滚！妈，我不许你这么说她。我今天郑重告诉你，我喜欢的人是景色，我会跟她结婚。思年，你疯了！她就是一个虚荣拜金的混圈女。啊，你对景色的偏见太深了，她不是这种人。
顾夫人，江婆婆是我养母，前几年生病住院，急需用钱，我才不得已想到混圈钓金龟婿的馊主意。夫人，我可以作证，顾总很早之前就给过锦小姐张黑卡，但是锦小姐最大的一笔开支是对她养母的医疗费，除此之外就没花过什么钱了。谁知道他是不是装的呀？思年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妈，他不是，我很早之前就喜欢他了。其实你看到的那张素描画，画的人就是他。什么？当初他跟养母一起收废品，还会溜进旁边教室里旁听，我就是那个时候喜欢他的。妈，你应该相信我的眼。就算他有可取之处，但不代表你一定要娶她呀。思年，你别忘了，你可是个有婚约在身的人。婚约？没有的事儿。妈，霍家那个外孙女都失踪20年了，您还拿这个婚约说事儿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喂，你说什么？依依找到了，好，好，好，等你接回依依呀，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。思年，你听见了吗？你的未婚妻回来了。别胡说，这桩婚事我不承认。霍家除了霍一凡，就只有依依这么一个孩子，他至少能分到1半的家产，傻子才不会认。我们顾家缺钱吗？谁会嫌钱多呀？我看你是被这个女人下降头了。够了，我先送你回家。好。顾思年，我觉得你妈妈可能永远都不会接受我。怕什么？不管他肯不肯接受你，我们都会结婚的。可是他是我妈，我当然希望得到他的祝福，但是他左右不了我的决定。我知道，不过我还是不想放弃。不用勉强，他这个人固执得很。下车吧。像，太像了，依依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依依。哎，不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顾思年，锦瑟是我们霍家一直找的外孙女。锦瑟，其实我是你的小舅舅，这位是你的外公。小舅舅，外公。依依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当初你妈妈临终前把你托付给了我，我派人去接你，在路上出了意外，才导致我们骨肉分离这么多年。幸好你还活着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特别面善。后来得知你也是孤儿，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拿着你的头发做了 DNA。对，亲子鉴定表明，你就是我们霍家的孩子。亲子关系成立，所以说你们真的是我的家人。思念，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原来你就是我的未婚妻。依依，这些年你就住这种地方，你受苦了。要不今天你就搬回霍家住吧。你觉得我应该搬吗？当然，我知道你跟他们还不熟，不过感情是可以培养的。我也希望霍家能成为你真正的后盾。思莲能够说出这种话，说明是真心为依依考虑的。不过在此之前，霍一凡，我还是有话要问问你，你小子对景色到底是怀着什么心思？当然是误会了，之前是顾夫人让我拆散你们，所以我才接近依依的。我对依依怎么可能有那种想法嘛？什么？顾夫人要拆散他们？
之前顾夫人以为我是个孤儿，所以极力阻止我跟思年在一起。不行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你就是我们霍家的外孙女，看他还敢不敢阻止你们。不，电话就先不打了。我妈这个人啊，又固执又势利眼，正好趁这个机会治治她这个臭毛病。来，怎么样？真的像做梦似的，谁能想到你居然真是千金啊！我天天幻想闺蜜暴富后包养我，这下居然真的实现了。锦瑟姐姐，我们以后就住这里了，不搬走了，是吗？是，外公已经将这套房子转到我名下，以后你们就放心住着，谁都不会赶走你们的。对了，你说你和顾思年还有婚约，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到时候我给你当伴娘，大米小米给你当花童。这个顾思年的妈妈还没有接受我。不可能吧？你现在可是霍家千金。因为她还不知道我是霍家千金呢。儿子，霍家主已经把依依接回来了，我和霍家主约了时间，今天中午我们两家一起吃饭。妈，你要是敢不去，我就死给你看。行，不就是吃顿饭吗？去就是了。这就对了，你肯定啊会喜欢依依的。这个依依又漂亮又温柔，锦瑟那个丫头啊，连给她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妈，你都没见过人家千金，只凭人家姓霍就敢这么确定？你这样说合适吗？等你见到了，就知道我说的没错了。行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走。妈，我先接个电话，我先进去。行。喂。你就是依依吧？顾阿姨，锦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顾阿姨，我今天是思年和霍家千金的相亲宴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知道的，你肯定还不死心，所以偷偷跟过来，想要破坏思年和霍家千金的婚约是吗？不是的，顾阿姨，思年被你这种女人缠上，真是倒了大霉了。我告诉你，思年和霍家千金才是一对，你要是敢破坏他们的婚约，我饶不了你。顾夫人，我不是想破坏他们婚约，我在这里是因为……谁管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趁现在霍家千金还没有来，赶紧给我滚！顾夫人，你就没有想过我就是你口中的霍家千金吗？想用这种方式拖延时间，做梦！我才不吃你这套！给我滚！只要有我在，你休想进我顾家的大门！走，出去！住手！住手！锦瑟，你没事吧？顾夫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霍家主啊，您别生气，我现在就把这个丫头赶出去。看样子你是想取消婚约了。早说啊，我们依依也不是非你儿子不可。霍家主，谁说我要取消婚约啊？我刚刚在门口听得很清楚，你跟依依说有你在，她休想进顾家的大门。哼，正好我们也不稀罕。您说，她就是依依？没错，锦瑟就是我们霍家刚刚找回来的外孙女。你们顾家要是看不上依依的话，那么婚约就此作罢。顾夫人，您放心，我以后不会再纠缠思年了。外公，小舅舅，我们走吧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真的没想到，你就是依依。顾夫人，我只是换了个身份，并非换了个人，你没必要勉强接受我。请帮我转告思年，是我跟他无缘。依依。怎么了？霍家的人还没到吗？我给他们打个电话。走了，他们都走了。
儿子，妈好像闯祸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没想到锦瑟就是依依，我还让他滚，被霍家主听见了。原来如此，你不知道锦瑟就是霍家的千金，所以对他说了很多过分的话。你之前不是说锦瑟给霍家千金提鞋都不配吗？那现在呢？儿子，你就别笑话妈了，妈知道错了还不行吗？你看看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锦瑟那么喜欢你，肯定不舍得取消婚约吧？不舍得有什么用？霍家主都听到了，人家千辛万苦找来的外孙女被人这么羞辱，他能咽得下这口气啊？大不了我就去负荆请罪。妈，你真愿意这么做？不然呢？若是这桩婚事不成，连你啊都要恨死我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霍家。走。霍家主，霍伯伯来了，坐吧。霍家主，锦瑟，我郑重的跟你们道歉，是我势利眼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只不过思年是无辜的，他和锦瑟感情这么好，可不能因为我就让他们分开呀。是啊，霍伯伯，我跟锦瑟是真心相爱的，您就原谅我妈这一次。顾夫人，想要我原谅你可以，不过需要你答应我几个条件。您说。以后无论他们小两口发生什么事，你不许插手，让他们自己解决。没问题。结婚以后呢，你们分开住，除非锦瑟亲自邀请你，否则你不准打扰他们的生活。这也没问题。还有，什么时候生孩子，生几个，孩子跟谁姓，孩子怎么带，都让他们小两口自己做主，不许自讳。这顾阿姨要是觉得为难的话呢，那就算了吧。同意，我都同意。那就立个字据。啊，还要立字据？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有必要，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顾家的诚意。妈，你说是吧？立字据，就立字据吧。签好了。你收好了。谢谢外公。顾夫人，思年，这下我们可以商量婚事了。霍伯伯，结婚的事儿您就跟我妈商量吧，我跟锦瑟出去散散步。去吧，去吧。思年，我们这样算计你妈妈，真的好吗？我妈这个人我了解，如果不趁机拿捏住她一个把柄的话，就算你是霍家的千金，她也会挑你的刺儿。所以啊，字据一定要收好。顾思年，谢谢你。傻瓜。江婆婆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明天就要结婚了。我多希望你能醒来，亲自参加我的婚礼。蒋伯伯，谢谢你，您收养锦瑟。你放心，我会爱她一辈子的，保证她以江婆婆醒了。医生。
妈，您喝茶。哎，外公，您喝茶。好。婆婆，您喝茶。哎，景色，我生来就拥有一切，却也因此觉得人生毫无意义。直到我遇到了你，是你让我感受到了生命力，是你让我唤起了对生活的热爱。我想和你一起开启下一段人生旅程。顾思年，过去20多年，我确实吃了不少苦，但如果吃的这些苦是为了遇见你，那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。七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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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个。